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以为我在乎这份工作？我看着王总监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心里想笑。职场这个地方，表面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水深得很。有些人拼命往上爬，有些人装孙子求生存，还有些人像我这样，明明手里握着王炸，却偏偏要装成散牌。不是我喜欢装，而是有些事情说出来你们也不会信。这个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。那时候我刚进公司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就是个普通的小职员，包括那个现在要炒我鱿鱼的王总监。他到现在还不知道，他正在得罪的其实是他们公司的金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李明，今年27岁，在盛达贸易有限公司干了3年销售。这家公司不算大，做进出口贸易的，全公司加起来50来号人，在我们这个3线城市算是中等规模了。说实话，这份工作挺适合我的，每天联系客户，跑订单。虽然算不上什么销冠，但业绩一直都还稳定。老板刘总对我印象也不错，王总监平时看我也算顺眼。直到1个月前，一切都变了。那天早上，王总监带着一个小年轻走进办公室，满脸笑容地跟大家介绍：来，大家欢迎新同事张扬，以后多照顾啊。张扬看起来也就24、25岁的样子，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，随意地扫了一眼办公室，各位前辈多指教。我正在整理客户资料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这小子穿着一身名牌，手上戴着块看起来就不便宜的表，一看就不是普通家庭出身。坐在我旁边的小美悄悄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听说是刘总的外甥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明白了，这种事在公司里见多了，老板的亲戚进来，肯定要被特殊照顾的。果不其然，王总监立马给张扬安排了一个不错的位置，还特意叫了几个业绩好的同事过去传授经验。张扬是名校毕业，英语8级，以前在外企待过，经验很丰富。王总监介绍的眉飞色舞，大家要多向他学习啊！我心里暗笑，名校毕业，经验丰富，看这小子那副样子，估计是被外企淘汰下来的吧。不过这些跟我也没多大关系，我继续埋头干自己的活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意识到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第1个星期，王总监开始频繁地找我的茬，以前那些从来不在意的小事，现在都成了大问题。李明，你这个报告怎么写的？格式都不对，重新做。王总监拿着我的周报，一脸不满。我看了看报告，格式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以前他从来没说过有问题，但我还是点点头。好的，我重新整理一下。还有，昨天那个客户打电话投诉，说你服务态度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愣了一下。王总监，哪个客户？我昨天没接到任何投诉电话啊。反正有客户投诉，你自己反思一下吧。王总监摆摆手，态度要端正，服务要到位，这些基本的道理还用我教你？我心里有些郁闷，但还是忍了下来。可能是我想多了，也许王总监最近压力大，脾气有点暴躁。但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让我彻底明白了。王总监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好客户介绍给张扬，而把一些难搞的客户推给我。开会的时候，他总是夸张扬如何厉害，然后暗示我要多向张扬学习。你看人家张扬，短短1个星期就拿下了2个新客户，这就是专业水平的体现。
王总监在例会上说：“李明，你要多向张扬请教请教，学学人家的方法。”张扬坐在那里，一脸得意的表情。王总监过奖了，这都是基本操作。小美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小声嘀咕：“什么新客户？那明明是李明之前联系过的潜在客户，只是还没成交而已。”我拍拍小美的肩膀，示意她别说话。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，王总监这是在给张扬铺路，准备把我踢出去，给张扬让位置。毕竟张扬是老板的外甥，有这个背景在，王总监当然要巴结了。只是我有点想不通，我在公司这3年，业绩一直很稳定，也没得罪过任何人，为什么非要针对我？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听到王总监跟张扬的对话，舅舅说了，要我在销售部好好锻炼锻炼，以后可能会让我负责整个部门。张扬靠在王总监办公室的椅子上，不过现在部门里老人太多，不太好管理。你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王总监点头哈腰地说，有些人确实该换了，给新人腾地方。我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王总监要把部门里的老员工清理掉，好让张扬上位，而我就是第一个被选中的目标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王总监的针对越来越明显，他开始故意安排我和张扬抢同一个客户，然后在张扬拿下客户后，当众批评我工作不够积极。李明，你看看你的业绩，这个月到现在才成交了2单，人家张扬都已经4单了。王总监在部门会议上说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我忍不住说，王总监，张扬接手的那2个客户是我之前花了半年时间培养的。什么叫你培养的？客户是公司的，不是你个人的。王总监瞪了我一眼，再说，能成交才是硬道理，前期工作做得再多，不成交有什么用？张扬在旁边笑得很得意，李哥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好？我看着他那副假惺惺的样子，心里冷笑，这小子明明知道这些客户的底细，知道他们已经有了购买意向，所以才能这么容易成交。但我没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。小美看不下去了，会后偷偷跟我说，李明，你怎么不反驳？明明就是他们在欺负你，反驳有用吗？我苦笑了一下，他们已经决定要整我了，我说什么都没用。那你就这么忍着？小美有些生气，要不我去跟刘总说？别，我赶紧阻止他，你别掺和进来，小心连你一起整。其实我心里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。3年来，我在这个公司兢兢业业，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。但现在看来，所谓的努力工作，在关系和背景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不过他们以为我只是个普通的小职员，可以随意拿捏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公司能有今天，还真离不开我们家的帮助。3年前，刘总的公司遇到了资金链问题，差点倒闭，是我爸爸出手，借给他500万救急，才让这个公司活到了今天。当时刘总信誓旦旦地说，这个恩情他永远不会忘记，还说要给我爸爸干股，被我爸爸拒绝了。我爸爸只是说，以后照顾一下李明就行了，所以我才能这么容易进入这家公司。刘总对我也一直很客气，只是我爸爸去年突然去世了，刘总工作忙，也没怎么联系过我，加上我平时也不会主动提这些事，所以公司里除了刘总，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包括现在要整我的王总监，他以为我只是个普通员工，没有任何背景。
可以随意欺负。如果他知道真相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王总监的针对越来越明目张胆。这天上午，他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：“李明，有个紧急订单需要你去处理。”我看了看单子，是一个很难搞的客户，之前好几个同事都碰过壁，而且这个订单的利润很薄，就算做成了也赚不了几个钱。这个客户要求很高，你要用心对待。王总监说，公司对你寄予厚望。我点点头接了下来，虽然知道这是在给我使绊子，但既然是工作安排，我还是会认真对待。结果下午，我正在准备方案的时候，听到王总监在跟张扬说话，那个李明的客户，你也去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拿下来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毕竟是李哥在负责。张扬嘴上这么说，语气里却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意思。没关系，良性竞争嘛，客户最终选择谁，说明谁的能力更强。王总监拍拍张扬的肩膀，你放心去做，我支持你。我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更加确定了他们的计划，这是要让我和张扬恶性竞争，然后借机说我工作能力不行。果然1个星期后，张扬拿下了这个客户。李明，你看看，同样的客户，人家张扬就能拿下来，你为什么不行？王总监在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我，是不是方法有问题，还是态度不够积极？我忍着怒气说，王总监，这个客户我已经谈了很久了，很多细节都是我在前期沟通好的。前期沟通有什么用？能成交才是王道。王总监冷笑一声，李明，我觉得你最近的状态不太对，是不是对工作有什么不满？我看着他那副假惺惺的样子，真想直接掀桌子走人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没有不满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这种事情越来越频繁。王总监不断地把我的老客户转给张扬，美其名曰资源整合，而且每次转移之后，都会当着大家的面比较我和张扬的业绩。你看看张扬接手你的客户之后，订单量立马提升了30%。王总监说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方法很重要。小美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私下跟我说，这也太过分了，明明是你培养的客户，现在全给了张扬，还说你能力不行。没办法，人家有背景。我苦笑着说，那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，比如跟刘总反映一下？小美建议。我摇摇头，刘总现在忙着拓展海外市场，哪有时间管这些事？再说，王总监毕竟是部门主管，他要整我，刘总也不好说什么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以我们家和刘总的关系，如果我真的去找他，他肯定会帮我。但我不想那么做。一来，我爸爸去世后，我就决定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，不想总是依靠家里的关系。二来，如果现在就暴露身份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转机很快就来了。这天下午，一个重要客户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了点问题，货物没有损坏，但包装有些破损，客户很不满意。按理说，这种问题应该找运输公司协商解决，但王总监直接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李明，这次的事情很严重，客户非常不满意，要求我们赔偿损失。王总监坐在椅子上，一脸严肃的表情。我看了看资料，王总监，这明明是运输公司的责任，货物在我们这里装车的时候，包装完好无损，路上出了问题，应该找他们，别找借口。王总监一拍桌子，客户是跟我们签的合同，
出了问题，当然要我们负责。你作为负责这个客户的业务员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那按照王总监的意思，应该怎么处理？公司研究决定。王总监站起来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你不适合现在的岗位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离职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终于来了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。李明，你笑什么？这很好笑吗？王总监有些生气。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王总监，你确定要开除我？这是公司的决定。王总监挺直腰板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服，可以申请仲裁。仲裁？我心里冷笑，他们早就想好了所有的退路。不用了。我站起来，我收拾东西。什么时候走？王总监问。现在。王总监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，愣了一下。你不打算争取一下？争取什么？我反问。王总监既然决定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其实我心里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待着，天天看着这些人的嘴脸，实在是浪费时间。我回到工位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办公室里的气氛很诡异，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没人敢说话。小美走过来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不申诉？申诉有用吗？”我一边收拾一边说：“他们想要我走，我不走也得走。可是这太不公平了，明明是运输公司的问题。”小美有些愤怒：“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”你还笑得出来？小美眼圈有些红。你这3年来兢兢业业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？我拍拍小美的肩膀：“小美，你要记住，在职场上，有时候一时得失并不重要。那你以后怎么办？”小美问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收拾好东西，背起包，我先走了。以后有机会再联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，王总监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张扬坐在位置上，一副看好戏的表情。我朝他们微微一笑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他们以为这就结束了，以为我这个小职员就这样被他们轻松解决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离开公司后，我并没有急着找新工作，反正家里不缺钱。我准备休息一段时间，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说不生气是假的，毕竟在那里工作了3年，多少有些感情，但更多的是解脱。终于不用天天看那些人的嘴脸了。我在家里悠闲地过了1个月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偶尔出去和朋友聚聚，这种生活还挺不错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小美给我打电话：“李明，你知道吗？公司出大事了。”小美的声音很激动。什么事？我问。一个大客户的订单出了问题，要赔偿200多万。公司现在资金链出问题了。小美说。刘总这几天愁得头发都白了。我心里一动，看来公司的经营确实有问题，不然不会因为一个订单就搞成这样。还有更奇怪的事。小美继续说，今天来了个律师，说什么3年前的借款到期了，要还500万。刘总都懵了，说不记得有这笔钱。500万，我立刻明白了，那是我爸爸当年借给刘总的钱。然后呢？我问。然后那个律师拿出了借条和合同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刘总这才想起来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小美说，关键是这笔钱的债权人是，你猜是谁？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但还是配合地问，谁？
李明，小美激动地说，就是你。律师说，出借人李先生已经去世了，现在这笔债权由他的儿子李明继承。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好像是有人在争吵。怎么了？我问。王总监听到你的名字后，脸都绿了。小美压低声音说，他还问律师是不是搞错了，怎么可能是你？律师给他看了身份证复印件，确实是你没错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这个戏剧性的转折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。现在公司里都炸锅了。小美继续说，大家都在传说你其实是隐形富二代，之前一直在公司里体验生活，胡说八道。我说，我爸爸就是个普通的生意人，算不上什么富二代。那这500万确实是我爸爸借给刘总的，当年他们公司快倒闭了，我爸爸出手帮了一把。我简单解释了一下。天啊！小美惊叹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如果王总监知道你是公司的债权人，还敢开除你吗？说了有什么用？我笑着说，再说被开除也挺好的，至少让我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。电话那头又传来一阵声音，好像是王总监在跟什么人争论。王总监现在可慌了。小美幸灾乐祸地说，他一直在问刘总，当年你入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安排？刘总现在才想起来，你爸爸当年确实提过，让他照顾一下你。我能想象王总监现在的表情，他一直以为我只是个没背景的小职员，可以随意拿捏，现在突然发现，他开除的人竟然是公司的金主。估计吓得够呛。那现在公司准备怎么办？我问。刘总想联系你，但是不知道你的电话。王总监提议让我联系你，想约你出来谈谈。小美说，我暂时不想见他们。我说，你就说我出门旅游了，联系不上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小美说，不过李明，你真的打算要回这500万吗？如果真的要，公司可能就倒闭了。我没有回答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既然他们这么不尊重我，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至于这个代价是什么，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。3年前，刘总确实是因为资金链断裂，差点倒闭。我爸爸那时候正好有一笔资金闲置，就借给了他救急。当时的约定是3年后还款，年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。我爸爸本来是想帮助一个朋友，并没有想过要利用这个关系获得什么好处。他只是提了一个很简单的要求，希望刘总能照顾一下他的儿子。所以我才能这么顺利地进入公司。刘总对我也一直很客气，只是我爸爸去世后，我情绪低落，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刘总。而刘总可能以为这笔钱的事我不知道，所以也没提过。现在律师找上门来，是因为我爸爸的遗产清理完毕，律师按照遗嘱的要求，开始处理这些债权关系。当初我其实可以不让律师去追债，但王总监的做法实在让我太失望了。既然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第2天，小美又给我打电话了。李明，王总监让我无论如何要联系到你，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。小美说，他没说是什么事吗？我问。没有，但是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很着急。小美说，对了，张扬今天也没来上班，听说是被他舅舅叫去谈话了。我心里暗笑，看来刘总终于想起来当年的承诺了，知道他外甥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你告诉王总监，我过2天回来，到时候再说。我说，好的。小美停顿了一下。李明，
你真的会要回那500万吗？不会全要，但是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1分利息都不能少。挂了电话，我拿出计算器算了一下，500万，3年时间，按照当时的银行贷款利率加上复利，现在应该是600多万了。当然，我不会真的要这么多，但是让他们紧张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又过了2天，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就给刘总打了个电话。刘总，听说您在找我。李明。刘总的声音听起来很激动，你总算联系我了，我这几天都快急死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明知故问。就是那笔钱的事。刘总有些不好意思，当年你爸爸帮了我大忙，这个恩情我一直记着，只是最近公司资金确实紧张，这笔钱能不能……刘总，您是想说什么？我问。能不能宽限一段时间？刘总说，我保证最多半年，一定把钱还清。刘总，您可能误会了。我说，我并没有催您还钱的意思。那律师，那是我爸爸生前委托的律师事务所，按照程序处理遗产事务。我解释道，我其实不缺这笔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刘总试探性地问。我们见面谈吧。我说，有些事情电话里说不清楚。好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刘总急忙问。明天下午吧，还是在公司里？我顺便看看老同事。好的，我等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笑了笑。明天该是算账的时候了。第2天下午，我准时出现在公司楼下，说不紧张是假的。毕竟马上就要摊牌了，但更多的是期待看到某些人的表情。我走进公司大门，前台小姑娘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立刻笑着打招呼：“李哥，你回来了。”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，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来处理点事情。我点点头，走进办公区。原本热闹的环境突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工作，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。小美第一个冲过来：“李明，你总算来了，怎么样？我不在的这几天，公司还好吗？”我开玩笑地问。“好什么啊？”小美撇撇嘴，“乱得很。”这时候，王总监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他的脸色很难看。看到我后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“李明，你回来了。”王总监，我点点头。“听说您找我有事？”是有点事想跟你谈谈。王总监的语气跟以前完全不同了，变得小心翼翼。“你看是在我办公室，还是……”“不用了，我先去见刘总，有什么事等会儿再说。”我直接走向刘总的办公室，刘总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看到我，立刻迎上来：“李明，来，快进来坐。”他的态度比以前热情了很多，显然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。“刘总，您客气了。”我在沙发上坐下。“李明，关于你爸爸那笔钱的事。”刘总直接开门见山：“刘总，您不用紧张。”我摆摆手，我说过我不缺这笔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但是我话锋一转，这3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觉得需要澄清一下。刘总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“你说，当年我爸爸借钱给您的时候，您答应过什么？您还记得吗？”我问。刘总想了想，当时我说过会照顾你，让你在公司里好好发展。那您觉得这3年来您做到了吗？刘总有些尴尬。这个，说实话，我确实有些疏忽了，工作太忙，很多部门的具体情况我没有及时了解，所以您不知道，前不久我被王总监开除了。什么？刘总一下子站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王总监怎么敢？因为他不知道我的身份。我平静地说，
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没有背景的普通员工，可以随意拿捏。刘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我相信，我点点头。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你希望我怎么处理？刘总问。很简单，我说，第一，王总监必须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。第二，我要求公司给我一个股东的身份。股东？刘总愣了一下。是的，我不要这些钱了，但是我要求用这笔钱换取公司15%的股份。刘总陷入了沉思。15%的股份，按照公司现在的估值，确实差不多，而且这样处理，对公司的现金流压力会小很多。可以，刘总点点头。但是王总监的事情，我不要求您开除他，毕竟他在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但是他的职务需要调整，至少不能再管理销售部门。这个没问题。刘总立刻同意了。我们又谈了一些具体的细节，包括股份转让的程序，我在公司的新身份等等。整个过程很顺利，刘总对我的要求基本都同意了。谈完后，我走出刘总的办公室，办公区里的人都在偷偷观察着我，想知道谈话的结果。李明，王总监迎上来，脸上堆着笑容。谈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我看着他。王总监，我们也该谈谈了。王总监的脸色立刻变了。李明，之前的事情，王总监，您不用解释什么。我打断他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做了什么承担什么后果。这时候，小美走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李明，你快看看张扬，他哭了。我转头看向张扬的工位，果然看到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小子正在收拾东西，眼圈红红的。刘总让他今天就离职。小美压低声音说是家族企业不适合他，让他出去锻炼锻炼。我心里暗笑，看来刘总也不是完全糊涂，知道什么人该留，什么人该走。张扬收拾完东西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停下了脚步。李哥，他的声音很小，对不起。我看着这个比我小2岁的年轻人，心里并没有太多的怨恨。他其实也是受害者，被王总监利用了而已。以后出去了好好干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年轻人有的是机会。张扬点点头，然后低着头走了出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公司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王总监被调到了后勤部门，销售部门暂时由刘总亲自管理。而我虽然没有正式复职，但已经以股东顾问的身份参与一些重要决策。1个月后，股份转让手续全部办完，我正式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，拥有15%的股份。李明，恭喜你！小美端着咖啡走过来，从员工到股东，这个转变够大的，还好吧？我笑着说，其实我挺怀念以前的日子的，虽然累点，但是单纯。现在也挺好的啊，有股份有分红，还不用每天打卡上班。小美羡慕地说，确实，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轻松多了。我不需要每天来公司，只是偶尔参加一些重要会议，提供一些建议，其余时间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前几天我在市中心租了一个小店面，准备开个咖啡店，倒不是为了赚钱，主要是想有个自己的空间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对了，小美，你有没有兴趣跳槽？我突然问。跳槽？去哪里？小美疑惑地问。我的咖啡店，虽然工资不会比现在高多少，但是工作轻松，而且有分红。小美眼睛一亮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早就想离开这里了，天天看那些人的嘴脸，烦死了。
那就这么定了，下个月我的店开业，你就过来帮忙。好的，老板。小美开心地说。这时候，王总监走过来，脸上还是那副讨好的表情。李明，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我看了看他，点点头。行，去会议室吧。在会议室里，王总监一副诚恳的样子。李明，关于之前的事情，我想正式向你道歉。王总监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说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可是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王总监说，我当时确实做得不对，被利益蒙蔽了双眼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其实挺复杂的，说不怨他是假的，但现在看他这个样子，又觉得他也挺可怜的。王总监，我们都是打工人，我理解您当时的处境。我说，张扬毕竟是老板的外甥，你要巴结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可是我不应该用那种方式对待你。王总监低着头，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悔，后悔也没用了。我说，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做。你说的对。王总监点点头，我会好好反思的。半年后，我的咖啡店正式开业了，店不大，但装修得很温馨。小美做店长，我偶尔过来帮忙，生活过得很充实。公司那边，在刘总的管理下，销售部门重新焕发了活力，没有了之前的那些内斗，大家工作起来也更有积极性。王总监在后勤部门干得还算不错，虽然没有之前的风光，但至少工作稳定。偶尔遇到我，他还会主动打招呼，态度比以前谦逊了很多。至于张扬，听说去了另一家公司，从基层业务员做起，没有了家族关系的庇护，他必须靠自己的能力生存。也许这样对他来说是件好事。坐在咖啡店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，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满足。有时候想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被开除，可能现在还在公司里做着普通的销售工作，朝九晚五，按部就班。现在想来，被开除反而是件好事，它让我有机会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。李明，小美走过来，今天的营业额不错，比昨天高了不少。看来我们的咖啡还是很受欢迎的。我笑着说，对了，王总监刚才来了，买了杯咖啡就走了。小美说，他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，可能是工作压力大吧。我说，毕竟从管理岗位调到后勤，心理落差还是很大的。也是。小美点点头，不过这也是她自己造成的。确实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。王总监现在的处境，完全是他当初的选择导致的。虽然我没有赶尽杀绝，但适当的教训还是必要的。对了，刘总明天要过来，说是有个项目想跟我商量。我说，什么项目？小美问。好像是想进军新的市场，需要一些资金支持。我解释道，作为公司的股东，我确实有义务关心公司的发展，而且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刘总在做重大决策时也会征求我的意见，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。3年前，我只是个普通的销售员，现在却成了公司的股东之一。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戏剧性。当初如果有人告诉我，我会因为被开除而变成公司股东，我肯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。但现在，这一切都真实的发生了。我端起咖啡杯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心里感慨万千。人生啊，真的很难预测。但无论发生什么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初心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就像我爸爸当年帮助刘总一样，他并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，只是觉得应该帮助一个朋友。而我现在的处境，
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善良的回报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，比如被王总监针对和开除。但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我更加成熟。夜深了，我准备关店回家。明天见，小美。明天见，老板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刚进公司时的情景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，对未来充满憧憬。现在3年过去了，我经历了很多，也成长了很多。虽然过程有些曲折，但结果还算不错。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还有了一个可靠的朋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护自己，如何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。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。也许这就是生活给我的最大礼物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